好，准备出发了。我好开心！开门，开门。拜拜，德国啤酒节。在上一期啤酒节的视频里面，最后我们分享了在啤酒节遇到的朋友所提到的这种黑与白、非黑即白的思想，二元化的思想。那么很多朋友留言说，这段话说的非常的深刻，很有共鸣。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非黑即白的思想。非黑即白的思想，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非常的常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那这一切的思想，它其实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认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几十年前人们认为一定要买缝纫机才能拥有结婚的3大件，你才具备结婚的资格。嫁女孩的家庭认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值得把女儿嫁给他。然后人们呢花了非常多的很不容易赚到的钱来买了一台缝纫机作为3大件之一，但他并没有独立的去思考这缝纫机可以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价值吗？带来更多的幸福吗？带来更多的他真的需要吗？人们没有独立的思考。那么同样的，在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世界中也是这样，人们认为一定要买什么样的物质上的所有才是成功的，才是好的，才是可能快乐的。那么在这样的思想中，很容易就会被利用，被成为资本的工具，成为韭菜被割了。那么这种思想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罗素就说，其实人生来只是无知，但是教育使人们变得更加的愚蠢了。同样的，另外2本书《乌合之众》还有《论教育》，这2本书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也就是说，人在社会中，在群体中更容易放下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呢，在教育的过程中，庞大的班级，然后呢，非常刻板的教学模式，其实呢，它缺乏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位学生充分的尊重，尊重他们的不同，尊重他们的喜好，尊重他们的特长。这一切的这种标准化的教育生产出来的学生，往往都是具备非常鲜明的二维化思想，也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的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往往这样的学生呢，确实可以非常好的、非常容易的融入到社会中去，成为社会的这个柴火，成为社会的电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也就丢失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动物存在在这个地球上所独有的特质。同时呢，二元化的思想对于想要追求财富目标的朋友们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绊脚石，因为你更容易被人割韭菜，更难找到自己独特的投资机会，更难去积累资产，去真的让资产为你产生现金流，而不是用你人生中有限的时间不断的换成金钱去消费，那么没有办法建立你的资产。所以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想要聊一聊金钱，想要聊一聊财富如何积累，我们下一期的话题也可以继续再聊。那么我们说回到二象性，说回到非黑即白的思想，我们如何避免呢？这个话题呢，我跟 ChatGPT 聊了一下，他提出了有3点参考。第一就是平等性，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爱去欣赏每一种状态，去欣赏胖与瘦，去欣赏黑与白，而且深知每一种我们的喜好，其实都是我们在被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被植入到我们大脑中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教育的过程中变得愚蠢了。第二个值得参考的点就是不二之性。佛家认为事情都是不二的，也就是说内在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们看到的区别只是表象。我们如果能有平和的内心，就可以去看到事情的本质。那么怎么样保持平和的内心呢？这就说到了第3点，八风吹不动。哪8风呢？分别是苦乐、利衰、毁誉、称讥。其实这8风呢，分别是4组所相对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比如说称赞与诋毁，比如说苦与乐。其实呢，我们对任何一种风吹来，我们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
这就帮助我们能够打破二元化的思维，打破二象性，能够去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独立的思想去看待这个世界。同时呢，我们用开放的心态，能够看到我们走在世界上，走过了像棋盘、楚河的两界后，发现楚河一边人们认为的英雄，往往另外一边认为这个人是杀人犯，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在超越二元对立之后，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用开放的心态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继续看一看人们是怎么庆祝啤酒节的吧。Oktoberfest 的第2天，也就是第一个星期日，会有传统游行。这次穿越了，做了一个100年历史的旋转木马。对，整个这个区域呢，它把所有的这种装扮啊、装饰啊、儿童玩具啊、游乐设施，全部都是复古的。看这1929年开始的特别传统的那种儿童游乐设施，然后人们穿着传统服装来做传统的复古式旋转木马。然后看爸爸妈妈们在这儿喝着酒，等小朋友们玩。德国传统的活动，打之前要先干一杯。是传统的保龄球，而且是人工复位的。哇，看1956年的车，哇哦！你看好久以前，很多年以前的玩具。米达，你看这些玩具比爸爸的年龄都大。我想请继续唱。看，这可以看到德国啤酒节的历史，这是1860年，然后1980年。你看，在街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喝的啤酒的牌子 HB 跟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很多啤酒品牌都是有很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德国的啤酒节都是真的是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一个国家的人们还有孩子们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还有文化的方式，而且真的可以让孩子们都参与进来。哎，这很像快板哎。Erst ein und aus, wenn das Karussell vollständig still. 我们要去做很快的旋转咖啡。究竟要开始啦！哇，这就很远，非常棒。 Jetzt dürfen Sie wieder Kinder aufpassen und von der 对， Fahrbahn 这就不 zurücktreten. 害怕这个， Wir 真的 starten 很勇 wieder. 敢。表演也开始，要看那个黑的地方。 aus. Ist es Dirndl nice? Wunderbare Anmoderation, Liebe. 这有木开始呀。 Wirtschaftliche Dienstmann. Das geht schon. 看这种传统的旋转木马，所有轮子都是真的在转的。我们来尝尝他们在这里很受欢迎的 nuts 啊，这是黑豆呢。
那他们就是放在这样一个铜锅里面，然后搅拌上各种糖，然后就做成了裹上各种各样的坚果。然后我们今天提前在一家店做了一个预约，然后呢，这里就有很多德国传统的服饰。乐乐已经换好啦。好，我们今天就穿着德国的传统服装，看，然后去啤酒节啦。你好漂亮，谢谢。你好酷，谢谢米达，你很美。你想酷，想酷，想酷，走吧。好，准备出发了。看，我们已经全副武装。看啤酒花，我们现在又来到了现场，今天穿了传统的服装来感受一下。今天是礼拜一，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把这个当做他们的课堂活对，动。看好多小朋友来了，哇，周周在开大卡车。好开心，我发也长了。真的好开心啊！坐了消防车。看，昨天周日小朋友们是爸爸妈妈带着来，今天呢就是老师带着他们一起来，再看德国的传统活动。看，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啤酒牌子耶，很好喝。然后它有一个马车巡游。哇！ So big. 对他们就说，一般的马只有这种马的一半的大小。你看这蹄子多大？对，1000公斤，1吨啊，1吨重的马。哇，好大的马呀！来，你看马儿的这个队伍。看马车后面，哇，那么多的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去他们的啤酒 beer hall 里面喝一杯吧。 看，我们来之前呢，听说啤酒节像国内菜市场一样热闹，果然是这样，说话都在喊的。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这个场所就会有不停的啤酒供应、喝酒、吃饭、玩游戏，非常热闹。干杯！好，看啊，这是猪肘特别脆的地方，还有很软糯的地方，然后搭配在一起，哇，就非常棒。这个太香了，然后呢，外皮是非常脆，里面又很软糯，然后这种很香的烤猪肘配上德国啤酒，非常棒。来，德国传统我们试一下，这样。哇、wow, ，very refreshing， really good。我们刚看到呀，好多德国人就在这儿直接就开始吸，还有放到啤酒里的。我们就想说，哎，这怎么把药儿都带这儿来了？那结果他就说呢，这是德国的传统。这是什么呢？这就是mint， 就是这种薄荷，还有糖，你可以吸进去，觉得非常的清凉，也可以撒到啤酒里面。这就是一项传统啊。刚刚我们一桌的呢，那位米达的好心朋友，那位奶奶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然后呢，听说我明年要去澳大利亚，她就把她胸前的胸针送给了米达。然后小朋友们也在这种热情四放的啤酒节上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既有4、5岁的朋友，也有80、90岁的朋友。什么感受？好嗨呀！大家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我们就说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很多地方人们的喜好都是受他们所在的环境影响。比如德国的我们说的马有1吨重，马也很强壮，女人也很强壮，男人也很高大强壮。对，那有的文化呢就要说要瘦一些，然后呢才是美。什么是美呢？这其实都是人们所规定的。那你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最美的状态，那就要穿越文化，脱离开周围所在的环境，不要受环境所影响，然后要相信自己的状态就是最美的。对，拜拜 ，Let's go。米达，你看刚刚的阿姨还有小朋友们都谢谢你把气球分享给他，因为我们拿的气球也都是别的小朋友们后来分享给我们的，然后我们把气球继续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然后让他们也很开心，对不对？我们来啤酒节的第3天，虽然下起了大雨，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依然没有阻挡他们在啤酒节狂欢的热情。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了，我们下面要搭火车去 Austria， 去奥地利。然后呢，我们分头行动，我跟 Mida 回酒店取行李，去火车站，妈妈和 Jojo 去还我们的德国传统服装。拜拜德国。